军委一般人的上将与战区上将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级别的上将？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上将。军委一般人的上将，通常是指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层，包括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其行政级别也分别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前者为副国级，后者为准副国级。而一般的战区上将，尽管肩膀扛着的也是三颗星，但是在我军当中的级别为正大战区级，对应地方行政级别当中相当于省部级政治。军委一般人的上将和战区上将是什么关系？不光级别高于普通战区上将，而且是其直接的领导上级。尽管军衔级别在外界看来似乎没有两样，但是在解放军的指挥体系中所承担的职务和职责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已经属于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了，所承担的职责更侧重于整体的战略决策和全军部队的领导指挥，而后者尽管也是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但更专注于具体的作战指挥层面，而且是根据前者命令调动相应的部队。军委下属机关中的上将和战区上将是什么关系？这部分上将实际上和战区上将是同一级别的，因为军委下属机关的上将，其所在部门一般都是正战区级，其作为部门主官才能相应被授予上将军衔。既然是正战区级，那么和战区上将就是同级的。比如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政治工作部主任、后勤保障部以及装备发展部部长等都是一样的，还有各大军种的司令也是相应的正战区级上将。不同的只是，军委机关中的正战区级上将负责军委的各方面具体工作的管理执行，军种司令负责军种建设的具体管理。不同的上将级别待遇有何不同？既然上将级别有所差异，为何不设置更高的不同军衔？上将虽然都能享受每月约2万元左右的月薪，并且有各类福利和军龄补贴等，也都拥有相应分配的住房和辅助人员，比如警卫员、秘书以及专职司机和保健医生等。但是军委一般人的上将不仅因为级别更高而能够享受更高级别的待遇，同时在警卫级别上也更加严格，基本都是按照副国级重要领导人的标准进行警卫的。上将之上能够设立更高级别的军衔吗？我军在1955年首次设立军衔制时，就针对解放战争中各个将领功勋级别相应的设立过元帅和大将2类高于上将的高级军衔。但是随着后来军衔制的一度取消，元帅和大将军衔也随之从现役部队中被取消。直到1988年我军再次实行军衔制时，为了简化军衔体系，直接将最高军衔定为了上将。其实当时还一度设立了更高的一级上将军衔，但并没有实际授予过，因而最终形成了我军目前现役军衔最高为上将的格局。我军为何不再设立元帅和大将军衔？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的洗礼，与早期革命战争中的将领相比，他们的军功难以相提并论，因而不适宜承担起大将甚至元帅军衔。另外，军人的军衔虽然有助于提升军人的荣誉感，并有利于军队层级管理，但过高的军衔可能会助长部分军队干部的等级观念和明理思想，因而需要更加谨慎。因此，不再设立元帅和大将军衔更加稳妥。并且，军委一般人的上将虽然级别要更高，但只有极少几个数人，单独设立一级军衔也没有太大必要。